观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5月20号，年仅50岁的贝壳公司创始人左晖因疾病去世的消息刷爆网络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左晖于2013年9月诊断出肺癌，此前曾长期在国外接受治疗。在缅怀的同时，这个全球发病率、死亡率数1数2的肺癌再次引发公众关注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2020世界癌症报告显示，2020年中国每100个新发癌症病例中就有18人是肺癌，每100个因癌症失去生命的国人中就有23人是肺癌所致。但是，据微博财经博主寿爷表示，左晖从不吸烟，并且有着良好的运动习惯。那么，不吸烟的人为什么会得肺癌？怎样才能做到肺癌有效早筛？今天，小关就分享给大家一些来自权威专家的宝贵建议，教你识别致病因素，远离肺癌。感兴趣的观友们可以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。专家表示，即使你是个有良好生活习惯的人，比如烟酒不沾，每天锻炼，健康饮食，也可能存在患上肺癌的风险。这些风险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：一、被动吸烟。虽然自己不吸烟，但很多人长时间生活在二手烟或三手烟环境中，在被动吸烟。研究发现，被动吸烟的危害可能比主动吸烟更大。2016年，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称，在非吸烟人群中，被动吸烟者患肺癌风险是非被动吸烟者的 1.3 倍。2、烹饪油烟。油烟污染在中国家庭中非常普遍，食用油加热到170摄氏度时会出现少量烟雾，250摄氏度时会出现大量油烟。特别是煎、炸、爆炒和烧烤时，油温都会在260摄氏度以上。烹调过程中，油烟产生的苯并芘、挥发性亚硝酸等给人体健康带来极大危害。烹调时油烟越大，暴露时间越长，患肺腺癌的风险越大。3、建材释放的氡气。当铀元素在土壤、岩石和水中分解时，就会释放出氡这种放射性气体，它会向上钻出地面并进入空气。室外环境中的氡水平通常是安全的，但当氡被困在房屋或者建筑物中时，就会累积达到危险浓度。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指出，氡会释放放射性粒子，破坏肺内的细胞。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研究者发现，长时间吸入这些颗粒可能导致与肺癌相关的细胞变异。4、石棉。在某些环境，如造船厂、矿井、纺织厂和磨坊中工作，会造成工人暴露于石棉，使他们患上肺癌的风险增加2到3倍。旧的建筑物中也可能含有石棉。持续吸入石棉纤维会与喉咙、气管或支气管中的粘液结合在一起，这种纤维进入到小的气道或肺和胸部的血管内膜，就会对细胞造成破坏。5、暴露于其他致癌物。有些工作场所还存在其他有害物质，与患肺癌的风险较高有关，包括砷、柴油基废气、某些形式的二氧化硅、铬、镍、铍、镉、焦油和烟灰等。美国癌症学会建议，有可能接触这些有毒有害气体或物质的员工，需尽可能地减少接触或做好防护措施。6、空气污染。居住在空气污染水平较高的地方，如总是交通拥堵的道路附近，可能会增加患肺癌的风险。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估计，2010年时，全世界就有22.3万人死于空气污染引起的肺癌。7、家族病史。与没有肺癌家族病史的人相比，如果父母或兄弟姐妹患有肺癌，那么你患上肺癌的可能性会增加2倍。如果你的亲属在年轻时就被诊断患有肺癌，这一风险会更高。
所以既然风险难以避免，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有效早筛。80%的肺癌患者发现时都已是晚期，因此每年的例行体检中，不少人加入了筛查肺癌的项目，以期提早发现肺癌发出的攻击信号，比如胸部 CT， 这是一项更易发现早期肺癌的检查。2011年，美国国家肺部筛查试验表明，与胸片相比，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可以将高危人群的肺癌死亡率降低 20%。荷兰一项研究表明，接受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的男性肺癌死亡率降低 26%， 女性肺癌死亡率降低 61%。因此，相比于胸片，低剂量螺旋 CT 更能发现几毫米的微小噪射，也能发现位置刁钻的肿瘤。如果您是高危人群，专家建议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。那么哪些属于高危人群呢？主要有2类。第一类，年龄在55到74岁，吸烟史大于等于30包每年，即每天吸烟1包，持续30年，且戒烟时间小于15年。第二类，年龄大于等于50岁，吸烟大于等于20包年，并且有罹患恶性肿瘤病史、一级亲属肺癌家族史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肺纤维化病史，以及有氡、镉、石棉、煤烟、柴油废气等有毒有害物质接触史。其他人群如果第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后结果为阴性，再次筛查的间隔时间根据年龄和其他危险因素也有所不同。比如50岁以下的人群，间隔时间可以延长到5到10年；50到60岁的人群，若没有其他危险因素，间隔时间为5年；若存在至少一种其他危险因素，间隔时间缩短至3年。60和70岁的人群，建议分别间隔3年和2年。而70岁以上的人群，无论其他危险因素如何，建议间隔时间应该为2年。另外，有没有必要直接做胸部增强 CT 呢？其实对比低剂量螺旋 CT， 胸部增强 CT 的主要优势在于可以更好地看清楚心脏和大血管的情况，主要应用于手术前的评估，以帮助更好地制定手术治疗方案。但增强 CT 应用于体检有些大材小用，且辐射剂量大，反复检查容易产生蓄积反应。增强 CT 检查前需要打造影剂。少数患者还存在过敏风险。大家要知道，肺癌结节相比于良性结节，在 CT 表现上具有一些特点。通过 CT 可以进行初步诊断。一般来说，结节呈分叶状，边缘毛糙，有毛刺状凸起、临近的胸膜凹陷等，这些表现往往提示肺癌可能性大。一些较大的、位置靠中央的肺癌还可能引起肺炎和肺部张。此外，随着低剂量 CT 筛选的广泛应用，不少人会发现肺上有膜玻璃结节。事实上，膜玻璃结节并不等于肺癌，肺部各种炎症、水肿、纤维化及肿瘤等病变都可能表现为膜玻璃结节。因此，患者不要过于担心，也不要想着尽快做手术。小的纯膜玻璃样结节应静观其变，这部分结节即使是恶性，也往往是非常早期的原位腺癌或未浸润腺癌，可以进行合理的随访。等膜玻璃样结节呈现长大的趋势后再考虑手术。膜玻璃结节更要强调的是密切随访观察，如果在复查过程中发现病变变大、密度变实、实性成分增多，这些结节癌变的可能性较大，需及时治疗。除了肺癌早筛，遏制肺癌的关键还在于预防。首先，对烟草收布，烟民们应尽快戒烟，即使抽烟也不要在室内和车内。戒烟时很难熬，烟民要抵制各种诱惑，避免复吸，还可以求助戒烟医生。不吸烟的人要尽量避开二手烟，离开吸烟的环境。其次，让油烟机多开一会儿。
厨房建议选择具有足够马力的抽油烟机，并做好定期清洗。做饭时多使用蒸煮等烹饪方式。开火之前就打开抽油烟机，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有害气体。如果采用了煎炸、爆炒等方式，还应在熄火3到5分钟后再关停抽油烟机。平时也尽量远离空气污染。雾霾天气室外活动时戴上口罩，雾霾非常严重时避免出门。平时要多吃一些润肺的水果和蔬菜，要注意清洁肺部。每天清晨、中午或睡前到室外空气清新处深呼吸，同时缓缓抬起双臂，然后咳嗽，使气流从口、鼻喷出，咳出痰液。每做完一遍后进行数次正常呼吸，每天坚持，有助保持肺部清洁。还有，癌症跟精神状态关系很大，老生闷气、心理污染指数高，从而影响免疫机制，使癌症有可乘之机。尽量保持心情愉快、心胸开阔，不要为一些小事生闷气。一些肺癌还跟职业病有关，比如息肺，所以改善工作环境、改造工艺流程，对预防职业病有很大帮助。并且，任何疾病都是因为抵抗力和免疫力下降失衡导致的，肺癌也不例外。所以，在平时饮食中适当摄入富含维生素的蔬果，坚持运动、规律作息等，对平衡抵抗力和免疫力都非常有帮助。以上这些都是来自专家的金玉良言，有需要的观友们可以拿起小本本记下来哟。喜欢小关的节目，可以点点订阅关注起来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